苏守道被叶晨的话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实在没想到叶晨竟然会承诺为自己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其实他刚才之所以恳求叶晨，希望和英秀在答应自己的求婚之后，叶晨能让自己在软禁自己的别墅内办一个小小的仪式和宴席，就是不想欠和英秀一场婚礼。但他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，叶晨让何家软禁自己，已经是对自己格外开恩了。软禁在金陵，虽然失去了外出的自由，但是在那套别墅内，他的其他自由并没有被限制，可以使用手机、电脑、网络以及电视，可以跟任何想联系的人联系，而且和英秀也将他的衣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。结合之前苏家当了万龙殿狗腿子，为万破军父母披麻戴孝杀上叶灵山的行为，苏守道已经非常感激叶晨对自己以及其他家人的从轻处理。这种情况下，叶晨只要能答应他，让他在别墅内办一个小型婚礼，他就已经非常满足。可他哪能想到叶晨竟会给他如此大的让步。这一刻，苏守道内心对叶晨所有的不满情绪瞬间烟消云散，剩下的只有感激。他努力平复情绪，向着叶晨深深鞠了一躬，眼眶有些发红地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谢谢您能以德报怨，我苏守道感激不尽。”叶晨淡然一笑，指着他身后提醒道：“何女士应该快出来了，你还是第一时间把正事办了吧。”对苏守道，叶晨已经谈不上恨。既然他现在能真心实意地向何英秀求婚，也足以证明此人已经迷途知返。更何况何英秀对感情的专一和付出也让叶晨十分钦佩，所以叶晨自然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而且叶晨也已经打定主意，等婚礼时间定下来之后，提前告诉苏若离，让他为父母策划一场蜜月之旅，到时候在婚礼上当作给两人准备的礼物，同时也在那个时候正式宣布解除对苏守道的软禁，彻底还他自由。而此时的苏守道还并没有意识到叶晨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他。紧接着浴室的房门传来一声锁舌弹开的声响，苏守道整个人顿时为之一震，连忙来到浴室门前做好准备。在浴室内，何英秀已经换上了女儿苏若离提前买好的连衣裙，一双白嫩无瑕的手臂直接暴露在空气之中，整个人显得十分年轻且自信。苏若离将门拉开，与妈妈和英秀一起走出来，便忽然看到爸爸苏守道正西装笔挺地站在门外，而在苏守道的脚边还放着一大束玫瑰花。此时的苏若离并没有想到爸爸是打算向妈妈求婚，她还以为爸爸是从叶晨那里知道了妈妈即将重新恢复成正常人，所以准备了鲜花庆祝。而何英秀此时也没想到苏守道竟然会在门口等候，一时间也有些错愕。至于苏守道，由于过度紧张，他根本就没意识到何英秀此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看到何英秀的那一刻，苏守道紧张的大脑一阵空白，随后他想起叶晨之前跟自己说的步骤，把心一横，立刻直接单膝跪在了地上。在苏守道下跪的那一刻，苏若离瞬间意识到了爸爸的真实意图，整个人激动到不敢置信地捂住嘴巴。而何英秀似乎也察觉到了苏守道的意图，刚刚才恢复往日自信的他，一瞬间也紧张得无以复加。毕竟在他看来，自己这么多年其实就是苏家的下人，根本就配不上苏守道这种大少爷。更何况他做了20几年残疾人，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与苏守道的差距早就是云泥之别，就算是做梦都不敢有任何僭越之心。可是眼下看到西装笔挺的苏守道忽然单膝跪在自己面前，
何英秀整个人已然慌乱到心脏狂跳，连呼吸都乱了阵脚。苏守道一直低着头，单膝跪地之后，摸索着从西装的内兜里将那戒指的盒子取了出来。随后他一手扶着戒指盒，另一手将戒指打开，抬头看着何英秀几乎不见岁月痕迹的面庞，非常动情地说道：“英秀，这么多年来让你一个人抚养若离，实在是辛苦你了。”何英秀眼泪不停地流，却也只是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。”苏守道大脑混乱，一开口就发现自己好像跑偏了方向，戒指都打开了，难道不该先求婚吗？想到这，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往求婚上扯，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那个，我是想说，这么多年我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让若离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委屈。”苏若离看出爸爸已经乱了阵脚，感动之余也不禁哽咽着提醒道：“爸，您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呀？您手里的戒指应该是给妈准备的吧？”苏守道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看向何英秀，紧张却又真诚地开口道：“英秀，过去这么多年确实委屈你了。今天当着若离的面，我想请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如果你愿意，往后余生，我一定尽最大努力让你们娘俩幸福。”何英秀虽然在之前已经意识到苏守道要做什么，但真当苏守道问自己愿不愿意嫁给他的时候，整个人还是被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对他来说，嫁给苏守道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严格来说，何英秀从来就没想过这辈子要嫁给苏守道。除了两人身份之间的巨大差别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自从他与苏守道在20多年前发生关系之后，他一直都对自己当年插足苏守道与杜海清婚姻的行为非常惭愧。所以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，他几乎没再与苏守道见过面。即便是整个何家都在为苏家服务，即便成年后的苏若离也被送去苏守道身边，但何英秀却一直留在墨城，从未再踏足苏家半步。所以现在苏守道忽然向他求婚，他一时间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所以整个人愣在那里，完全没有动作。一旁的苏若离连忙催促：“妈，您怎么了？爸还在地上跪着呢。”何英秀回过神来，慌乱地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苏守道心里很清楚何英秀在顾虑什么，他认真说道：“英秀，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再计较对错了，就算没有你，我原本的婚姻也不会幸福。更何况我现在也不再是以前那个苏家大少爷了，你我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地位和身份的差距。现在的我心里只想跟你一起踏踏实实过完后半辈子，也给若离一个完整的家。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，如果你觉得苏家会让你别扭，我可以放弃我在苏家的一切权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你能答应我。”苏若离也忍不住在一旁劝说道：“妈，您就答应爸爸，爸跟杜阿姨已经离婚了，而且这么多年您心里也一直有她，现在爸跟您求婚，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您们要是能结为夫妻，我也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”何英秀听到这话，心理防线一下子松动不少。苏若离从小就是在单亲环境里长大，虽然和家人都很疼爱他，但依旧无法弥补父亲这个角色的缺失。在苏家没招惹叶晨之前，何英秀甚至很清楚，苏守道这辈子都不可能公开承认苏若离这个女儿。可是眼下他却跪在自己的面前，向自己求婚的同时，渴望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。这一瞬间，何英秀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，她流着泪对苏守道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苏守道顿时兴奋不已地问道：“真的？英秀，你真的答应嫁给我了？”何英秀没说话，只是看着苏守道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这个自己深爱半生的男人，虽然比以前老了不少，也没了当年那股英气，但依旧是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那个。以前他总是会控制自己的内心，克制自己对他的情感，但这一刻他的眼神中已经满含深情。一旁的苏若离也是欣慰无比，连忙催促道：“爸，您快给妈把戒指戴上啊！”哦，对，苏守道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将戒指从首饰盒中取出。而何英秀也完全没有适应自己的右臂已经恢复，还是下意识地将左手递了过去。苏守道轻轻握着何英秀的手掌，正要将戒指给她戴上的时候，旁边的苏若离再次提醒爸：“男左女右啊，戒指应该戴在妈妈的右手无名指上。”苏守道此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要靠女儿点拨，所以一听这话，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对，我把这点给忘了。”何英秀回过神来，不太熟练地将右手递到了苏守道的面前。苏守道因为紧张的缘故，只想着赶紧给他把戒指戴上，所以也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。当他拿着戒指小心地套在何英秀右手无名指上的时候，他才忽然间意识到不对劲。他盯着何英秀的右手看了半晌，顺着右手一路向上，发现这整条手臂竟然就长在何英秀的右肩上。这一秒，他下意识地看向何英秀，惊骇不已地问道：“英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